這就是我從2005年一直到2019年貫穿了我的小學一直到研究生的日記本。这是我畢業工作之後的日記本。這20年間呢，我的日記也一次一次的迭代，出現了不同的形式，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日記方法論。從最初的一個情緒垃圾桶，到後來的人生錯題本，幫助我解決問題、解決困惑，再到現在的人生說明書或者說是啟示錄。日記本不僅成為了我人生的精神支點，而且呢，也幫我找到了屬於我的能力圈。更神奇的是，我發現我在每個階段寫下來的人生目標，基本上都一一兌現了。所以今天呢，我想把我這20年裡總結出來的寫日記的方法全都分享給大家，幫助大家更加的清晰的思考和行動，讓你一步一步接近你想要的目標，實現你想要的生活。初級日記，最安全的情緒容器。無論你是小朋友也好，還是大朋友也好，我們都會碰到的一個人生課題是什麼？就是孤獨和無意義。這是存在主義心理學家很早就總結過的。人注定是孤獨的，因為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立場、訴求和感受和體驗。那麼就算兩個人極其相似，他也不可能有完全一模一樣的感受和思想。但是人呢，都是渴望被理解、被承認的。你看，为什麼发达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興起了這樣心理諮詢師的行業？就是因為傾聽這件事情太難了，尤其是不帶評判的傾聽，全然的承接你的情緒，完全的接納你。這個時候日記本就可以充當一個非常忠誠的傾聽者的角色，承接你的情緒，像一面鏡子一樣照見你的內心世界。而且呢，它不會評判你，不會指責你，不會反駁你，它可以安安靜靜的完全讓你做自己。2. 終極日記，人生錯題本。這個階段，我們更像是哲學家或者是偵探，去記錄我們人生當中的重要事件，並且呢，學會找到人生的卡點，解決它。第一步是記錄發生在你人生當中的重要事件，因為我們的人的大腦有一套非常強烈的情緒機制，會讓我們在解讀客觀事件的時候，總是帶有主觀色彩，帶入我們的有色眼鏡。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先只記錄客觀事實，可以讓你看到這個事件的原貌。第二步，我認為日記在年輕時候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是幫你找到你的能力圈。每天都嘗試着簡單記錄一下你當天做了哪些事情，有哪些事情做得特別好，得到了大家極大的正反饋，或者總有人找你去幫忙某一些事情，你又得到了正反饋。這些事情往往都隱藏着你的天賦和熱情。很多人經常會說，哎呀，我不知道我的天賦是什麼，我不知道我熱愛什麼。這是因為你沒有嘗試着去記錄。人的記憶是很容易消失的，你不記下來你就忘記了。你童年某年某月某日，你還記得你特別享受做某一件事情嗎？可能這個記憶是非常模糊的，所以嘗試着把它寫下來。這種日記形式呢，我們可以稱它為正反饋日記，每天反思一下哪些事兒做得好。緊接着呢，我們要通過寫日記的方式去找到屬於你的人生問題、人生卡點，可以根據你的抱怨情緒，以它為線索去找到真正的問題。一定要用非常精準的語言，像偵探福爾摩斯一樣，或者像醫生的手術刀一樣，直擊要害，去找到那個痛點問題。當然，我並不鼓勵只是肆意的抱怨，但是我們要超越抱怨，可以從抱怨開始，找到你當下特別不滿的地方，這往往都是你解決問題的動力所在。有一些組織行為研究者發現呢，人和組織在什麼情況下可以產生巨大的改变？有3個條件。第一個就是你有極大的對當下的不滿，第二個就是你對未來有願景，第三個就是第一步實踐起來也不是特別難。當你反反复复的在日記本裡抱怨同一個問題，這就意味着你是時候來解決它了。所以這一步我們就到了解決問題的環節，把問題寫下來，並且去想辦法把它拆解掉，拆解到你現在可實現的部分，然後呢，把它一步一步執行下来。比方說我在上大學的時候，經常就會在日記本裡吐槽，學校能夠對接到的企業和好的實習崗位太少了，學校的老師又特別年輕，他們也沒有什麼社會經驗，所以我反反复复的在日記本裡面抱怨，以至於我定義一下我的問題，我不可能只靠學校的資源來找實習，要想辦法去學校外面的社區比賽呀，各種各樣的公開活動去尋找更多的機會。後來呢，我就通過學校裡面的老師，在鏈接校外的人，再鏈接校外的人，再鏈接校外的人，找到了非常滿意的實習。所以通過你的抱怨、不爽的情緒，去找到你想要改變的問題，這是你對當下的不滿，它也是你後續解決問題的動力來源之一。
那這個時候呢，你已經解決掉了一些人生問題，你再回過頭來去翻看你的日記本，把前面和後面的長期出現的模式給串聯起來，用一個系統性的思考方式去找到你的人生反覆出現的模式，尤其是認知和行為方面的，它可能是跟學業有關，可能跟工作有關，可能跟你的人際關係有關，有一些問題就是反反复复以同樣的方式出現，那麼你可能就要留意了，到底是你的認知和行为模式的原因，還是因為客觀事件的原因導致的呢？這個時候你就要去分析一下，有一些長期存在的模式是不是卡住了你的人生成長。如果你能做到這一步啊，說明 you are thinking like a philosopher， 你已經是半個哲學家了。接着我們就到了更高級的一步，學會去塑造屬於你的自我敘事方式，本質上就是屬於你的自己的頭腦當中的人生腳本。其實我们形而上的世界，精神世界會改變我們的物質世界。我們來看一些非常有名的社會學的實驗。在美國呢，黑人和白人放在一起考試的時候，如果實驗者告訴他這個考試可能有點測試智商，要知道黑人在歷史上總是被認為智商不夠好，那麼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他們的考試結果，黑人和白人同學成績就相差非常大。但是如果當實驗者告訴他們這個考試和智力沒有任何關聯，只要你努力大家都可以考得好，那麼這樣的一個心理暗示導致的結果就是黑人和白人同學考出來成績是差不多的。還有類似的社會學實驗啊，當你告訴女孩子女孩子就是不擅長數學和數理化思維的，那麼男孩和女孩一起考試的結果就是女孩的數學成績會比男孩差很多。但是如果在數學考試之前你告訴所有的孩子們，性別和你的數理化能力沒有任何關聯，只要你肯學都能學好，那麼女孩和男孩考出來的數學成績幾乎沒有差異。所以千萬不要小看我們說的 self story 自我敘事，你頭腦當中的信念真的會影響你在物質現實世界的行動的結果。所以我們要通過寫日記的方式去回顧一下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到底呈現了什麼樣的濾鏡。那麼有的人可能是非常悲觀的來看待這世間的一切，覺得世界上所有人都想害自己，想要算計自己，想要坑自己，那麼這個世界一定是血雨腥風的。那麼也有的人會覺得這個世界上人性是美好的，我們可以喚醒人性當中光輝的部分，我們可以和和氣氣的一起交往，那麼他所生活的世界一定是更加明朗更加明媚的，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一定會更高。所以這個就是信念決定的物質世界。時常的去回顧一下你的思考模式和認知行為模式，你會發現有很多地方可以調整，而它的調整呢，又會間接的影響你的人生腳本，你的人生走向。3. 高級日記屬於普通人的口述史。這個時候可能有小伙伴想要吐槽了，正經人誰寫日記呀？嘿嘿，正經人普通人一定要寫日記，為什麼呢？從長期來看，無論是個人層面還是宏觀歷史層面，寫日記都是意義非凡的。從個人的角度來說，人的一生很短暫，那誰能夠見證你一生當中每一個細節，每一個成長歷程呢？日記本真的是非常好的親眼見證你人生歷程的歷史記錄啊，它記錄了你一生的心理變化、行動變化和你的成長軌跡，也記錄了這個時代的一點點痕跡。它能看到你影響了什麼樣的人，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時候產生了什麼樣的改變。當你把這個日記本或者你的相冊啊拿出來給你的子孫後代，沒有子孫後代的話就給其他的年輕人看一看，他們會看到，哇，原來當年有這樣一個有意思的老太太做了這麼有意思、活了燦爛的一生。你看，這是屬於你的一生的口述史。當然也有可能小伙伴說啊，我就要像一個灰塵一樣來無影去無蹤，我不要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任何的痕跡啊。當然也很好，你想得特別開啊。從一個歷史宏觀的角度來說，我覺得普通人更應該記錄歷史。給大家分享一個故事，我在上中學和大學的時候，我的爸爸呢一直帶着他的學生，因為我爸爸是一位歷史學者，帶着他的學生去採訪溫州的山裡面的很多的抗戰老兵，他們都已經80、90歲了，記憶都已經開始逐漸模糊，而這
這一部分珍貴的歷史資料之前都沒有人去記錄過，他們的角度可以訴說出不同的當時的戰爭的一些情況，它是屬於我們民族整體的記憶的一部分。所以當时的我爸和他的學生都非常爭分夺秒的想要把這一部歷史記憶給沉澱下來。所以那一次事情也觸動了我，讓我更加意識到我們普通人更應該時時刻刻去書寫屬於我們的口述史。歷史上基本上這些重大的事件都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站在精英的视角去書寫的，而普通人，我們真正托舉起整個時代的這些普通的個體，經常都在歷史的長河當中消失了。難道我們普通人就沒有在創造這個時代嗎？我們普通人的聲音就不值得記錄嗎？所以你在当下發生的時候，就在当下记錄下来，它会变成非常珍貴的史料。它不只是屬於你的私人的個人的歷史，它也是屬於這個時代這個民族的集體記憶。我們不僅見證過這個大千世界，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貢獻過，我們也存在過，我們也活出過屬於自己的燦爛一生。這難道不值得記錄嗎？所以啊，小伙伴們、大伙伴們、老伙伴们，有空呢就多写写日记。写日记不光可以帮你解決人生的困惑、人生的問題，也可以幫你改進你的認知和行為模式，書寫出屬於你的人生腳本，以你喜歡的方式活出精彩而燦爛的一生。哪怕我們的這一生終將是滄海一粟，都會沉澱在歷史的長河當中，但是呢，我們也可以留下屬於我們的精神印記。好了，本期視頻就分享到這裡，我是你們的線上夥伴夏冰雹，我們下期再見，拜。